好，小胖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《孔丘学琴》。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人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孔子多才多艺，学问渊博，在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史上一直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孔子小时候学琴的故事。孔丘，我累了，要回家了。胖墩儿，先别急，我们再砍一些吧。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孔丘，你是怎么了？孔丘，孔丘。你听到了吗？到底是谁在弹琴呢？啊？刚才听到的琴声啊，真好听，可是怎么找不到弹琴的人呢？我猜肯定是咱俩的耳朵出了问题。我猜呀，保证是你的脑袋出了问题。好啊，你敢这样说我？真好听。好好的，你非闭什么眼睛啊？这下可好，找不着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早就看见你们了。老人家，对不起，真的是对不起，是我们打扰您了。我们并不是故意打扰您，是您的琴声太好听了。我想向您学琴。我叫师襄子，难得你这孩子如此喜爱琴声，为师就收下你这个徒儿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！谢谢师傅，太好了！不过咱们可要定一个规矩。定什么规矩？如果你不能完成为师交给你的任务，可要罚你捡豆子的。徒儿知道，徒儿一定努力把琴学好。谢谢师傅。弹琴有3条规矩最重要。第一，要讲究曲子的技法；第二，是要明白曲子的感情；第三，还要理解作曲家的为人。师傅，徒儿一定会牢记在心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孔丘，我们一起来堆雪人吧。你先堆吧，我还要去找师傅学琴呢。什么？这么大的雪，还去那么老远学琴呢？再见。哎呀！小心点儿。没问题。秋，你弹的是哪支曲子？师傅，徒儿弹奏的是青丘。那支居鸠刚刚弹过30天，为师不是让你继续练习吗？你不能只熟练掌握技法，还要体会曲子的感情。徒儿以为那支居鸠已经通过了。没有完成为师的任务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孔丘，快来呀！这里有好多好多的
的花呢？孔丘，把最近练习的曲子给为师弹奏一遍。这琴声真好听。孔丘，你为什么又弹青丘？为师是让你继续弹奏居鸠。可是师傅，托儿已经把居鸠练习得很熟练了。你说什么？虽然你已经熟练了技法，现在也理解了曲子的感情，可是你体会到了作曲家的为人吗？师傅，我知道是托儿错了。孔丘啊，你可以到树下来了。师傅，托儿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，托儿知错了。小朋友们，如今人们说起孔子的琴艺，都说似行云流水，像百鸟齐鸣，能绕梁3日而不退。但是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吧？孔子也并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，他的本领啊，都是通过刻苦的学习才得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